嗨，我是Don，这里是什么艺术流。刚刚早上呢，我刚试完了 Good Cat， 现在呢，我来试 Dolphin。Dolphin 的产品定位呢是与 Honda City Hatchback 同样的 C segment 掀背小型车款，外观的设计呢会偏向于方正，棱角明显的同时呢又稍显一点点的可爱，放在现在在售的车型当中呢不算是非常的惊艳，只能说是中规中矩。反而 Good Cat 的设计还有产品定位呢就稍显大胆一些了。外观设计参考了60-70年代的大胆弧线圆滑过渡设计，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空气动力学，但是呢又做得相当的克制。前脸乍看之下呢有那么一点点的甲壳虫911的俏皮可爱，侧面给人家的感觉就有那么一点点像雷诺的这一款车，还有加长版的 Iris。Good Cat 的产品定位呢是和 Mazda 3一样产品定位的 C segment 都市小车，但 C segment 其实也不算小了。内饰这一方面呢，好猫同样也选择了复古路线，大量的使用银饰、拨杆还有旋钮作为元素，再配合上大胆的拼色，尤其是这一款类似于 Burberry 的经典巧克力卡其色双拼，这审美简直了。和好猫不一样的是，海豚在内饰这一方面呢，大量的使用现代风为主，搭配上简单的线条呢，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的想要和海浪还有水花做出呼应。当然，除了黑色的内饰呢，海豚的拼色内饰也做得相当的不错。不同于黑色内饰，拼色的整体氛围呢就活跃了许多，与车身有着呼应的同时呢，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奢华。毕竟是 C segment， 所以海豚的内部空间呢，自然不会被压缩的太多。前排的腿部伸缩空间呢，还是相当富裕的。主驾的视角呢，非常的充裕，除了 A 座可能会被延伸出来的分叉部分阻挡呢，后视镜的范围呢，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窄，其他的部分呢，还算是可圈可点的。和海豚一样，同样是 C segment 的好猫呢，在前座并没有显示出多大的优势，除了 A 座整体延伸流畅，后视镜的可视范围呢，还是一样的小，这有可能呢是因为掀背车的通病哦，毕竟呢要考虑到车镜的一体性，所以呢就对后视空间做出了一点点的牺牲。在后座空间这一方面呢，好猫算是占据了那么一点点的优势。虽然在腿长的部分呢，两车算是平分秋色，但是得益于车高的优势呢，好猫的后座就没有那么压抑了。相较于海豚的方正设计呢，好猫在这一方面呢就抢不到任何的优势了。在后备箱的容量这一方面呢，海豚还是比较高的。好猫的中控屏幕呢是一个一体成型的显示屏，小巧简约的同时呢，也很融洽的融入了车内的内饰风格。是应用内容这一方面呢，就显得有一点点单调了。要实现一些功能性的操作呢，就需要连接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。相反，海豚的大屏幕呢，目前不仅支持 Apple CarPlay 之外，车机呢还自带了一个语音助手。虽然目前还不支持 Android Auto， 但是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消息呢，下一次的软件更新就会把它加进去。手机智能这一方面呢，比亚迪也针对国际市场开发了一款应用。通过这款应用呢，车主就能对车子进行一系列的安全操作，比如说远程启动、解锁、上锁、定位等等。至于好猫呢，没有。说实话，要在一圈很小的驾驶范围，而且还是几分钟的驾驶时间里面，总结出一点点的驾驶感受的话呢，其实还是挺困难的。在这里呢，我只能总结一下自己的一些感受，那剩下的呢，还需要大家亲自去门店试过了才知道。操控性这一方面呢，两台车还是互相伯仲的。慢速驾驶的情况下呢，方向盘还有轮胎给予的反馈都是非常的及时。油门给予的反馈呢，不，在这里呢，应该说是电门给予的反馈呢，这两台车都是属于线性递增的。可能是出于乘坐体验的考量啊，即便是在运动模式下呢，推背感也不是非常的强。这两款车给我唯一不同感受的部分呢，就是在刹车的部分。好猫的刹车反应呢是非常的及时的，就算呢脚下给的力道呢只是一点点，车子呢就会非常迅速的做出反应。相反的，海豚给予的刹车力道呢是非常的线性的，也就是说呢，我脚下给多少力道，它就会反馈于多少的力道，非常的跟脚。
随着土地开发的限制，建筑都在往天上窜的情况之下呢，住 condo 的人如果想要买新能源汽车的话，就必须解决充电的问题。有些公寓呢会提供车主一些充电位，那车主呢只要前往指定的地点进行充电。那第二个解决方法呢，就是跟公寓的管理层沟通，看看有没有可能呢在自己的停车位增加一个充电盒。那电费呢就按照统一的价格来结算。至于汽车厂商还有能源供应商的合作这一方面呢，目前为止是还没有听说的。目前马来西亚全国充电桩的覆盖率呢，主要还是集中在雪隆地区为主。虽然槟城还有柔佛已经开始在布局了，但是呢覆盖面还是不太全。我在活动上面得到的消息呢，就是供应商争取在未来1年的时间里面呢，完成对西海岸的一个全面覆盖。至于东海岸呢，懂的都懂。